怀胎7月的时候，我大着肚子被婆婆一把推下楼。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捂着肚子疼痛哀嚎，血流不止，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：“谁知道你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？林宵晓，你别想给我儿子戴绿帽子。”等我在医院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婆婆却一脸委屈地向我老公哭诉，说我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去，害得她的大胖孙子胎死腹中。我摸着恢复平坦的小腹，没有跟她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她的亲孙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周洋和一个女人的照片在朋友圈里肆意流传的时候，我正在墓园内扫墓，看着迅速被删除的照片，我不置一词。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，我不惜暗中筹划3年。3年前，我妈突发脑溢血离世，是周洋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，鼓励我，更是帮我一手操办我妈的丧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愿意接受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毫无芥蒂地接受我未婚先育的狼狈。尽管这个孩子我压根不知道是谁的，我只记得那天是同学聚会，因为去迟被他们灌了很多酒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躺在酒店的床上，布满痕迹。看着床角散落的衣物，我以为昨晚上的那人是林炳良。谁知等我第2天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，不知我在说什么。看着他茫然的眼神，我如坠冰窖。如果不是他，那是谁？林炳良看出我脸色不对，他可能也意识到了什么，冷着脸追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忐忑不安地将那晚发生的事儿告诉了他，却不料他兜头一巴掌扇了过来。我们林家不需要不检点的女人，看在咱俩之前的情分上，这件事儿我不会说出去，也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，你太让人恶心了。我捂着发烫红肿的脸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对面怒不可遏的人，不禁感到一阵陌生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扬手一巴掌扇了过去，打断他满嘴糟践之词，又伸出脚狠狠踹向他。看着他捂着痛苦倒地挣扎的模样，我心头的那股郁气才慢慢消散。既然那晚不是林炳良，我去药店买了紧急避孕药，希望可以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糟糕。但意外还是发生了。我看着验孕棒上的2条红艳艳的杠，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眼跳心惊。惊慌失措之下，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洋。他消失了2天，第3天一大早满脸胡茬地跑来跟我说，如果我点头，他愿意娶我，并且愿意把我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他的亲生儿子看待。因此，在我妈葬礼不久，我决定嫁给周洋。所有的人都骂我白眼狼，忘恩负义，是不是被猪油蒙了心？为了一个比我大10岁的男人，自己亲妈尸骨未寒，就迫不及待地要嫁给一个小混混。婚礼那天，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都没有来，只有闺蜜安琪站在我的旁边，满眼心疼。我看着对面喜气洋洋的周洋，笑得泪流满面。那时的我以为嫁给周洋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后来我发现，所有的缘分都抵不过有心算无心。刚走出墓园门口，一抬眼就看到周洋正倚着车身低头抽烟，一地的烟头昭示着他繁杂的心绪。我不安地望着那双熟悉的眼睛，眼泪不争气地顺着眼角滑落。周洋神色一顿，略显烦躁的抿抿唇，迎着我不安惶恐的视线，他满脸疼惜地抬起手拂去我脸上不断滚落的泪珠。他吐出一口浊气，语气不快地说道，谁知道那个女人怎么回事？我是醉了，又不是死了。
这种妄想一步登天的女人，我见得多了。小小别哭了，哭得我心疼。你知道我喜欢的一直是你，别的女人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而且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不信的话，等会儿你回去检查检查。我听着他露骨的话，慌忙伸手捂住他的嘴，生怕他继续吐出什么惊人之言。周围人好奇打量的视线让我全身不自在，急忙推开他钻进车内。我怕他继续说出让我恶心作呕的话。周围人都艳羡我的好福气，就算没有孩子，依然能拴住丈夫的一颗心。所有人都夸赞周扬是个24孝好丈夫，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，大大小小围绕他的女人不计其数，但他从来没有做出任何逾矩的举动。我笑而不语，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没有让人看到我狠狠攥紧的手掌。是不是好丈夫，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。我也不是没有生过孩子，只不过后来掉了，并且再也不能生育。而我所遭受的这一切，全拜周扬和他妈妈所赐。当初在嫁给周扬不久，我盘算着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毕竟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污点。所以我瞒着周扬，预约了人流手术，但还是被周扬发现了。他将我小心翼翼地扶到沙发上坐下，单膝跪地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微微隆起的肚子，一脸希意地对我说，他真的完全接受这个孩子，流产对孕妇身体不好，并且他将我已经怀孕的事儿告诉了他妈。他还深情款款地说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姓周，就是他的儿子。我被他的甜言蜜语所感动，看着他精心挑选的小衣服和玩具，知道他确实是真心喜爱这个孩子。为此我只能小心藏起心中的介怀，开始和他一起期待孩子的出生。那时我以为他是爱惨了我，所以才会毫不介意。直到我那天被人从楼梯上推下来后，我才发现原来一切早有预谋。随着我肚子越来越大，周扬把他妈叫来伺候我。我看着自己越来越笨重的身体，同意了。我婆婆刚来的那1个月还算可以，对我嘘寒问暖，照顾有加，让我感动不已。谁知好景不长，她就开始对我挑三拣四，更是指桑骂槐地说我不守妇道，对不起周扬。我辩解不过，只能将此事告诉周扬，却没有料到婆婆当着周扬的面时就假意恭顺，等周扬一不在家，就立马翻脸不认人，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。想吃饭，冰箱里有剩的几片菜叶子和半个剩下的冷馒头。我点外卖，被她指着鼻子骂我败家。我想溜出去吃，被她堵着门，硬扯在家里不准出门。那天趁着婆婆午睡，我捂着饿得灼烧反酸的胃，准备出门觅食，却在关门的瞬间被婆婆从身后一把扯住。拉扯推搡之间，周扬他妈猛地一松手，我瞬间失去重心，从楼梯上重重摔了下去。肚子里传来尖锐的疼痛，有温热的液体顺着腿间滑下，我疼得直冒冷汗，望着楼梯上的婆婆，求她帮我打120。意识昏沉间，我看到婆婆短暂惊慌了一瞬后就冷静下来，继而站在楼梯口冷冷地盯着我的肚子，神情阴冷狠毒。我心中一颤，她是故意的，她想置我肚子里的孩子于死地。等我再次迷迷糊糊醒来后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周扬和他妈正背对着我小声低喃着什么。我鬼使神差地继续装睡，却不曾想听到一个天大的阴谋。不是我推他的，是他自己穿着拖鞋一个不稳从楼梯上摔下去的。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可不怪我，不是妈妈说他不好，谁家女人有他那么娇气？当年妈妈那个年代不都是这样过来的？他倒还矫情上了，
你看谁家大着肚子的女人，天天想着往外跑，这下终于出事了吧？”周扬他妈理不直气，还装的一副看吧，我就说会出事的表情，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。我气得发抖，却仍期待周扬可以开口维护我一番。谁料婆婆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毛骨悚然，心惊胆战。还有你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，不是别的哪个野男人的，你可别为了一个外人骗自己的亲妈呀！我的亲妈呀，我骗你干啥呀？不信你看，那天晚上我还拍了照片，而且我做过的事儿我能不知道？周扬洋洋得意地掏出手机给他妈看他手中的证据，语调得意又畅快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咋办啊？岂不是说我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孙子？周扬他妈猛地伸出手，啪啪扇了自己2巴掌，懊恼不已地流下鳄鱼的眼泪。如今大孙子没有了，医生也说他以后再也不能生了。这不能生孩子的女人还是女人吗？我给你说，周扬，咱们老周家的根儿可不能从你这断了，你必须给我生个儿子才行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小小这边你帮我稳住他，等到我听着母子2人的盘算，我不由得一阵胆寒，心中涌出一团怒火，烧得我恨不得立马扑过去将他们撕成碎片，吃他们的肉，喝他们的血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但虚弱的身体让我动一下手指头都困难，我只能咬碎了牙，混着血泪往肚子里咽。周扬、赵秀春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出院后，周扬他妈一改往日的颐指气使，对我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。再加上周扬从中说和，我态度有所好转，装作不知自己不能再孕的事儿，一脸天真地对周扬说道：“老公，这个孩子没了也好，反正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野种，等我养好身体，咱们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。”周扬脸色一僵，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一声，劝我当务之急是养好身体，先不要想这么多。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，我蜷缩在被子里，闭眼深思。周扬为何这样处心积虑？毕竟我一无家产，二无美貌。我无意识地将这句话说出口。安琪摆弄着手机，头也不抬地回答道：“哎呦喂，我的大小姐，他一个农村户口的穷孩子，能娶你落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，已经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好吗？不然就凭他家那中下平民的资产，8辈子在这个城市都捞不到一个卫生间。”这时我才猛然惊觉，我妈生前的那套房子，在周扬借口操办丧礼的时候，曾经无意中提过一句。想到此事，我再也顾不得和安琪叙旧，抓起包匆匆忙忙往家赶。看着红艳艳的房产证上周扬的名字，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，更别提上面还写着自愿赠与的证明。周扬肯定在拿到合同的第一时间就去做了房产登记，变更产权人。我脑袋蒙的一下嗡嗡直响，眼前霎时一片漆黑。这时我才想起，趁着我伤怀之际，周扬确实让我签过几份文件。当初因为事情太多，我没有在意，如今看来一切早有预谋。先是骗婚，利用肚子里的孩子让我嫁给他，后又骗钱，哄我将房子亲手送给他。看来这绝户周扬母子是要吃定了。晚上我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，花生乌鸡炖参汤、清蒸大闸蟹等。周扬嘴上说着辛苦了，却两眼放光地盯着桌上的食物，挪不动脚步。婆婆一边说我不上班，又乱花周扬的钱，败家，一边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着食物，吃的头也不抬。我看着俩人飞速搞定完一桌子的菜，不禁眉开眼笑。妈，老公，你们要是喜欢，我明天还给你们做。
别瞎花钱，周阳挣钱不容易，咱们女人在家里把家务收拾好就行了。这些东西咱们女人少吃点不妨事，都留给周阳吃吧。不过这个乌鸡参汤还怪好喝的，周阳捧着汤滋溜滋溜的喝得喷香，垂手当作没有听到他妈的话。我讨好的笑了笑，点头应是。转头第二天，我又做了香酥脑花和番茄芋头牛肉羹，再添一道豉爆鳝鱼和麦冬菠菜猪肝汤。这可都是我煞费苦心寻觅已久的大补良方，变着花样连续做了1周的饭菜。婆婆虽然嘴上依旧骂骂咧咧，但每次都将那些食物吃得一干二净。她不舍得浪费食物的毛病，之前我感觉不好，现在我感觉是个很不错的习惯。大补的食物吃多了，周阳的身体却渐渐开始变差。现在1周不到2次，每次时间不长不说，要么半途而废，要么就匆匆结束。我假装不知，看着他脸上尴尬的神情，体贴地暗示自己身体不适，这才替他解了围。但身体的异样却不止如此，他的心脏开始不时出现疼痛，体力下降，走几步就嫌累。我担忧地看着他，劝他去医院看看，他却一再推辞，一叠声地说自己没有那么娇气，不用花那个钱。婆婆也在一旁帮腔，没事儿就不用去医院，花那些钱干嘛？抗一抗就过去了。我从来不去医院，身体照样比你们年轻人都好。我心中暗笑，却扭过脸一脸担忧地看着周阳，满眼心疼和焦急，身体却没有做出任何举动措施。毕竟俩人都拒绝我了，我在强求反而是我的不是。作为一个贤惠的儿媳妇，就要听婆婆和老公的话。看我多贤惠！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。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最先倒下的是一向身强力壮的婆婆，她中风了。一天早上，我刚起床，就看到她穿着睡衣晕倒在房间门口。我回头看着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周阳，面不改色地跨过地上那道身影，不慌不忙地关上房门，假装自己没有看到眼前的一切。等接到周阳慌乱不已的电话时，我正悠闲地在菜市场挑选着今日食材。看来他刚起床发现倒地昏迷不醒的婆婆。我们慌乱将婆婆送到医院，医生告诉我们可能有中风的危险，同时婆婆的肝脏功能有些问题，年纪大了需要注意荤素搭配，不可继续大鱼大肉的暴饮暴食。周阳脸色铁青地看着我，在瞥到我手上提着的菜时，当场火冒三丈地将我手中的菜踢飞出去。四散的土豆和青菜砰的一下撞到雪白的墙壁上，留下一片污渍。你早上起来没有看到妈妈躺到地上吗？还有你明知道她血压高，还天天让她吃肉、喝汤，你就是看她不顺眼，存心害她躺床上，你心里才舒坦是吗？我捂着被扯痛的手臂，讷讷不安地看着暴跳如雷的周阳，蜷缩了一下身子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早上走的时候，你和妈还都没有起。昨晚上妈说想吃鱼，我今天特意早起去早市选了一条鱼。只是我每次劝妈少吃点的时候，妈都以为是我嫌她多吃。而且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的，你不也没有劝你妈少吃点吗？周阳看了看在地上不断弹动的鱼，又看了看围着我们看着热闹的众人，对他指指点点。想到昨天晚饭的时候，他妈确实说过这句话，他不由得脸色涨得通红，脸色讪讪地冲我道歉。毕竟我说的没错，自己亲妈不上心，出了事反而怪媳妇做饭太好吃了，哪儿来的道理？因舍不得那昂贵的医药费，
在医生确诊婆婆中风后，周阳就给她妈办理了出院手续。房间内，我欣赏地看着往日干净利落的婆婆，此刻只能眼歪嘴斜地躺在床上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的模样。噗呲一声笑了出来，真是好不狼狈。婆婆看着我灿烂的笑容，嘴里猛然发出呵呵的声音，挣扎着想向我冲来，带着恨意的目光犹如实质般扎在我身上。我浑不在意地从身后拿出一件带血的衣物，不在意她惊疑不定的视线，神色温柔抚摸着。妈，你看，这是你们老周家的孩子，却被你亲手害死了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敢闭眼吗？你不怕你的孙子半夜找你索命吗？妈，别着急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我轻轻给他理了理额前的碎发，不顾他恐惧不安的视线，语气温柔地在他耳边低喃道：“此后，我天天给他做补汤，亲手喂他饭食，他却每次看到我都一脸害怕之色，更是对我送过去的食物退避三舍。”周阳揉着眉心，疲惫不堪地看着他妈，不知他在闹些什么。我满脸委屈和无辜地看着他，故作不解地低声询问婆婆到底是怎么了，却被她奋力挣扎中一巴掌挥在脸上。周阳见状，连忙将我护在身后，我捂着脸委屈地掉眼泪，却在周阳看不到的角度，迎着赵秀春惊恐万状的视线，咧开嘴露出挑衅的笑容。无奈之下，周阳只好请了1周的假，在家里亲手照顾他妈。赵秀春刚开始还会安安分分的老实配合，但是人吃五谷杂粮，总需要排泄。这些时候，周阳就会嫌弃地皱起眉头，让我去收拾。我乖乖照做，但赵秀春每次看到我，就像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，死活不肯让我近他的身。有些时候，他还会在半夜时分突然发狂，尽管他只能模糊发出几个不连贯的字节，却不断挣扎，晃动床板，撞击墙壁，直至将我们吵醒为止。但长此以往，就惹得邻居大为不满，好几次都找上门来警告动静小一点。而周阳毕竟要工作，不能时刻陪在他妈的身边，思虑再三之后，决定将他妈送到养老院，安排护工照顾。我当然无法可说。刚开始，周阳还会时常去看望他妈，但赵秀春每次看到他都激动不已地抽搐。护工说不能让病人情绪太过激动，对身体不好。他每次就躲在赵秀春看不到的角落，看着护工忙前忙后的给他妈擦嘴喂水，陪他聊天，而他妈则情绪平缓，衣衫整洁地晒着太阳。他躲在暗处看着赵秀春在护工的照顾下平静下来，顿时放下心来。慢慢的，他去养老院的时间从1周2次变成1月2次，直至最后渐渐选择性的忘记。我却牢牢记在心中，3、5不时地替周阳去养老院看望他妈，每次都带着那件带血的衣物。看着赵秀春明显颓败发灰的脸庞，我心中的恨意不减反增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特别是周阳这种喜欢孝心外包的人，有我替他去尽孝心就够了。而周阳明显对我的举动非常满意，他不止一次搂着我说自己很幸运，竟然娶到了一个贤惠的好媳妇。我羞涩地红着脸说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他不知道，每当我去养老院的时候，我就会借着死去的孩子低声恐吓赵秀春，看着他像个受惊的鹌鹑一样缩在角落，整日惶惶不安。他也不知道，是我暗地里给护工一大笔钱，让他替我好好照顾赵秀春。等到赵秀春的死讯传来的时候，他恍惚了好一阵儿，才回过神来，跪在他妈床前涕泪俱下，痛哭不已。但也仅此而已。
葬礼上他会背着人，笑容满面地对电话那端的人柔声说着什么。宝宝，好，我很快就回去，别等我。我假装不知，依然断断续续地给周阳喂食着，自不药膳。看着他越来越虚弱的身体，我收手了。毕竟再吃下去人就要吃死了，我也不愿搭上自己的下半辈子。所以在我发现周阳出轨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等待的时机到了。3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。看着他笑得春意荡然地发着信息，我充耳不闻，继续尽心尽力扮演好我贤妻良母的角色，背地里却暗中咨询律师，询问房产的问题。等到律师的回复后，我平静地打开另一部手机，发送了一条信息。不多时，我就收到周阳发来的信息，让我从书房拿一份紧急文件送到酒店。看着界面上显示的详细地址和房间号，我急急忙忙地朝着酒店的位置赶去。5238号房，确定房间号没错。我推开半掩着的房门，轻轻的脚步声被厚重的地毯掩盖。刚走几步的脚如同定在了原地。我望着床上的2道身影，纵使心有准备，仍一时间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。熟悉的嗓音，我脑袋一阵发懵，强烈的愤怒之情让我控制不住地发抖。我不可置信地捂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喊出声来，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地。手中的文件袋掉落在地，发出啪嗒一声脆响，惊动了2人。周阳慌乱地转过头，看到我的瞬间，惊慌不已地弹跳开来，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。他身边的女人却不慌不忙地捂着被子，向我投来挑衅的目光。房间内陷入一片寂静，掌心的刺痛让我回过神来。我张了张嘴巴，沙哑的声音慢慢传出，带着明显的哭腔：“你让我给你送文件，我给你送来了，我走了。”周阳看了看手机，又回过头看了看床上的女人，迎着女人得意的眼神，他瞬间明白过来，送文件是假，挑破这层窗户纸才是真。他深吸口气，准备将我扶起来，却被我躲避用手啪的一下打开，手背瞬间浮起一片红色的指痕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是一时糊涂才，对不起。周阳跪在地上祈求我的原谅，我挣开他的手，转身飞快跑了出去。身后传来那个女人强烈不满的声音：“周阳，你什么意思？既然如此，以后就别来找我，老娘有的是人陪，你还是赶快去哄你的小娇妻吧，小心别被挠得满脸花。”我回头看了一眼空旷的走廊，慢慢放缓脚步，心中计算着电梯到走廊的距离。不多时，那道熟悉的身影慌慌张张追了出来，我留给他一个摇摇晃晃、悲痛欲绝的身影，缓缓按下电梯门。周阳快速朝着电梯飞奔而来，满脸懊恼和愧疚，他焦急地喊我的名字，让我听他解释。眼泪顺着脸庞缓缓滑落，透过渐渐关闭的电梯门，我满目控诉地看着他，颤抖着身子将哭声死死压抑在喉间。电梯门在周阳一臂之远缓缓合上，他铁青着脸，愤怒地冲着走廊的墙面狠狠踹了2脚。他没有看到缓缓下落的电梯内，刚刚那个哀痛欲绝的女人面上慢慢绽开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欣赏着反光面中自己泪眼朦胧、梨花带雨的表情，对刚才的表现满意的不行。等周阳赶到家的时候，屋内没有开灯，一片漆黑，只有泛白的月光透过阳台洒下斑驳的清辉。一个小小的身影儿抱着腿坐在冰凉的地板上，垂着头一动不动，满身孤寂。他的心狠狠揪了一下，泛起密密麻麻的疼。小小，我发誓，
我以后再也不和他见面了。真的，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周阳，我不相信你了。我们离婚吧，100万，放我走。我转过头，让他看到我眼中受伤后的坚定。可是小小，你离了我怎么办呢？你这几年也没有工作，靠什么养活你自己？要不然呢？周阳，你还打算效仿娥皇和女英，准备享尽其人之福？周阳颜色一僵，面上显出一种被戳破心事的尴尬。我讽刺地掀了掀嘴角，不想听他的回答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再见他。良久，周阳艰涩地开口道。我一愣，看着周阳泛着血丝的沉痛眼神，心中微微一慌。这答案咋和我设想的不一样？而且我不认为周阳能够抵制得住诱惑。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偷过星儿的猫不会轻易改掉偷吃的。我铁了心决意离婚，周阳却死活不愿。我看着他坚决的模样，不明白他到底在坚持什么。要说他多爱我，我压根不信。如果他爱我，就不会趁我喝醉时和我发生关系，并假装不知，在我被林炳良抛弃后，仿如天神降临般与我救赎。如果他爱我，更不会趁我混混沌沌沉浸在亲人离世的悲痛中，哄骗我将房产赠与他，并迫不及待地去做登记变更信息。如果他爱我，更不会容忍他妈欺我、辱我、加害于我，彻底剥夺我做母亲的资格。但如果说不爱，他如今痛哭流涕，跪在我面前悔不当初的模样，也不似作假。周阳，你知道的，我这辈子都不能给你生孩子了。周阳震惊地抬起头，有些无措地看着我，面上闪过一丝害怕和慌张。你现在有另外一个家，有自己的亲生孩子，如果我起诉离婚，你将会被判重婚罪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出他和一个女人的亲密照片，上面的女人赫然就是上次酒店见到的女人，同时也是在朋友圈爆照的女人。周阳脸色铁青地看着摆在面前的复印件，狠狠咬紧后槽牙。离婚可以，但是家里的资产和房产，你一分都得不到。如果执意离婚，你什么都捞不到。这些年都是我养着你，咱俩又没有孩子。林潇晓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周阳姿态放松地俯下身盯着我，脸上露出嘲讽的笑。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林潇晓，你房子和钱那一个我都不会松手。想离婚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如果你乖乖的，我不介意继续养着你；若不然，我就要身无分文的被扫地出门。我明白周阳的未尽之意，他要牢牢困着我一辈子，就算是死也要埋进周家的祖坟。但是周阳，那个女人愿意一辈子当小三，愿意让你们的孩子一辈子当私生子吗？我拨弄了几下手机，将那个女人私发给我的信息展示给周阳，上面全是那个女人的扬武扬威和步步紧逼。我看着周阳变幻莫测的脸色，决定要下一剂猛药。房子我不要了，既然你已经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，我也不争了。你给我100万，在离婚书上签字，我就让你的孩子名正言顺姓周。此话一出，周阳脸色顿时显出意外之色，有些不可思议地上下打量着我。毕竟这个房子是我妈生前留给我的，对我来说意义不凡。他将离婚协议书仔细斟酌了几遍，看到这些财产都一一标明后，果断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没有一丝迟疑。果然，男人都会权衡利弊，将利益最大化。看着1式2份的离婚书，我和周阳俩人不约而同的都偷偷松一口气。我快速办理了离婚分割，
等钱到账的瞬间，果断离周阳远远的。看着我老老实实，没有闹任何幺蛾子的周阳，也偷偷松了口气，转身将外面的女人接到家中。1周后就办理了结婚登记，随后俩人甜甜蜜蜜地过起了小日子。周阳对那个女人宠爱有加，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，时不时大手笔的给她转账，或者是购买贵重的首饰。那个女人对这些都不假辞色，只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靠在周阳怀中，一脸张扬又娇艳地说道：“这些钱财对我来说又不重要，我什么时候稀罕过这些东西？我要的只有你一个，要不然我怎么会顶着骂名，也要死心塌地跟着你？你如今看在孩子的面上对我好，谁知道你会不会转过头又找别的女人？到那时候，我们娘儿俩就躲得你远远的，让你再也找不到。”怀中的女子容貌屹立恣意洒脱，又娇又嗔，带着些许的霸道和高冷，说着戳人心窝子的话，惹得周阳欢笑不已，抱着人止不住的心肝儿宝贝儿乱叫一通。为了表示决心，不仅将家中的资产都交给女人，更是决意将房子过户给怀中心爱的女人。但是这些却只换来女人毫不在意的一瞥，这反而让周阳更加坚定怀中的女人是真爱。和那些图钱财的女人不同，满心满眼的心中只有她一个。春风得意的周阳没有看到躲在他怀中的女人低头做了个欲呕的动作，控制不住地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一日，他半夜突然醒来后，却发现自己竟然无力起身，身边熟睡的女人却不见踪迹。他口干舌燥地呼唤了2声，却满是寂静，不闻半点人声。半晌，等他费力拿到手机后，却发现自己竟然在公司群里提交了辞职申请。纳闷不已的他准备找同事咨询一番，翻遍手机，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同事的一丝信息。意识到不妙的他，强撑着身体摇摇晃晃地下床，却发现客厅里传来阵阵熟悉的娇笑声。他瞬间呆愣在原地，是林潇晓，他那早已消失的前妻。他怎么会再次出现在这里？看着出现在门口的身影，我推了推歪倒在我身上的女人，示意她后面有人。她却漫不经心地转过头，看到周阳瞠目结舌地呆站着，颇有些嫌弃地撇了撇嘴。屋内一时有些寂静，我和林楠静静地等着周阳的反应。谁知他瞪着我和林楠，颤抖着双眼一翻，气撅了过去。我轻轻踢了一下林楠，示意他去看看，别一不小心把人给气死就完犊子了。林楠撅了一下嘴巴，有些不耐烦地拿起桌上的水杯，走到晕倒的人身旁，将刚接的冰水一股脑儿地倒在他的脸上。看着周阳迷迷糊糊地醒来，林楠狠狠在他身上踹了一脚，犹不解气地抡圆胳膊甩了他2个耳光，才不情不愿地回到我身边坐下。醒了？那就赶快收拾东西滚蛋吧。你不走，我不介意请你走。林楠像看垃圾一样轻蔑地瞥了一眼狼狈不堪的周阳，伸出手在桌上点了点。2个铁塔一般的黑衣大汉走上前来，一左一右冷冷盯着周阳。小丽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你怎么和林潇晓在一起？周阳轻嘶了一声，捂着自己被抽得疼得发烫的脸庞，看着2个来者不善的大汉，敢怒不敢言道：“他叫林楠，可不是你的小丽，而且他是我的盟友。”看着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我有些畅快地大笑出来。多谢你的绝情和深情，让我不费一丝一毫之力就拿回我妈的房子，还不用和你继续纠缠。用你妈的命和你的健康来交换，我感觉蛮划算的。不过你妈她也太不经下了，我不过说些不痛不痒的话，
他就自己将自己吓死了。当初他亲手将我推下楼梯，看着我血流不止的时候，可是得意得很呢。看着周阳渐渐瞪大的双眼，我轻轻摸上他的脸，在他愣怔的瞬息里，狠狠一巴掌甩了上去。我甩了甩打痛的双手，看着他准备抱起的身影被牢牢压在地上，慢慢站起身，抬起脚狠狠在他脸上反复碾压。这几年，你借着我的事，逐渐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，不知感恩反倒罢了。你和你妈却满心算计地置我于死地，若不是我命大，恐怕坟头的草都有3尺高了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虽说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但我更喜欢自己亲手报。我示意2个大汉将这些垃圾扔出去，包括地上躺着的这个人形垃圾。如今他一无钱财，二无能力，我也不怕他的报复。周阳不是第一次出轨被我发现，他是个惯犯。婚后不久就被我发现他在外面更是彩旗飘飘。当初嫁给他，除了感念他当时操办葬礼对我的帮助，也是看这个人对我还不错，仅此而已。要说爱他，根本谈不上。因此我虽然难过，却并不是很伤心。和林楠认识，就是在我第一次发现周阳出轨后。那日我心中烦闷，大着肚子在街上溜达，却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女人。她温柔地将甜筒塞给我，转身潇洒离开。后来我又一次在那个地方遇到林楠，幸运的是他也记得我，在收到我的一只甜筒作为赔礼后，友好地提出陪我一起逛逛。我们完全没有一丝陌生的感觉，如同老熟人一般，天南地北的聊了很多。渐渐的，我会3、5不时约他出来逛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我被推下楼梯，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是林楠帮我叫救护车，在我脱离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悄悄离开。当我被周阳母子所害，准备着手复仇的时候，林楠找到了我。他说他愿意帮我。看着他坚定的目光，我拒绝了他的要求。谁知不久，他和周阳的照片就在朋友圈传得沸沸扬扬。我看着照片上他的笑颜，第一次恨不得杀了周阳。尽管事后他给我解释说都是假的，周阳并没有碰他，我仍怒不可遏，却又毫无办法。我哭着让他走，表示自己会复仇。我阻止不了林楠，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折磨周阳母子。那些滋补饭食全都是相克的食物，可以让周阳性无能，肾脏慢慢中毒，直至死亡。但林楠阻止了我。他说我为了一个男人搭上自己的一条命不值得，放过他也是放过我自己。随后他向我示意，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所以在赵秀春中风后，我也只是背地里不断恐吓威胁他，吓得他神经错乱。中风的人神志本来就不清晰，有我在背后指使，再加上护工的虐待，他果然抗不了多久，就自己将自己吓死了。收拾完周秀春，接下来就轮到了周阳。林楠故意勾周阳出轨，而我就背地里慢慢搜集他出轨的证据。酒店的戏码就是我和林楠特意演的一出好戏，只为了能让我顺利离婚，尽快摆脱周阳的纠缠。而林楠这边也不断向周阳施压，并借着肚子里的孩子做要挟，逼着周阳同意离婚。因我今生不能再育，这时林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周阳的一个弱点，一边是决意离婚的糟糠之妻，一边是千娇百媚的新欢和亲生孩子。周阳心中的天平不可能不向另一侧倾斜，而周阳手上的财产更好哄骗。林楠不过无意间在他面前拿过遗落的房本，就让周阳顿时看直了眼。再加上林楠在他面前的人设一直是富家女的形象，
这让周扬的自信心更加爆棚，一心坚定认为林楠就是不贪富贵的好女人。娇妻在侧，又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周扬不免有些得意忘形，所以在林楠的暗示下，他当即脑袋一热，就同意将房子过户给林楠，以期望能用此讨好林楠。但周扬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怀孕是假的，是林楠在洗手间偷换了一位孕妇的检测试剂。那摞房本也是假的，淘宝5块钱10本，想要什么样就给你做成什么样，应有尽有。这一切都是我和林楠设下的圈套，也是我对周扬的报复。在确定周扬再无翻身的可能之后，我将房子迅速租了出去。人财两空的周扬回过神后，想去讨要房子，却被人打了出来。他去骚扰租户，让我落不得好的想法落空了。他不知，我早就托人将房子租给了一个杀猪的屠户，租金比周围的便宜1半，原因就是如果有人上门闹事，就将人打出去。张屠户答应了，他和几个本家兄弟租住在这里。带着一条大粗金链子、高大威猛、满脸横肉的人让周扬望而却步。他一找不到我和林楠的人影，二也不敢用自己的小身板和屠户硬碰硬，只得憋屈着一肚子火，却无处发泄。如今他工作没了，娇妻跑了，房子和钱更是一分没落到，只得流落街头重新找工作。不料却屡屡碰壁。后来有相熟的人看不过去，悄悄告诉他，他才知道当初是因为他一声不吭辞职的原因。当初他突然消失，这让公司他所带的那个项目落空，因此亏了一大笔钱。这一举动惹恼了领导，领导放下话来，让他在这个行业里再也出不了头。为此，好几家同行业的人都不敢再要他。而此时的我和林楠正悠哉悠哉地在海边散步，落日的余晖在海面泛起粼粼金光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有朋友在身边，感受着许久不曾得到的宁静。没有想到，不过小时候无意中给了乞丐1颗糖，却让林楠这么多年都念念不忘。他当时一眼就认出了我，准备偷偷报答我的时候，却撞见赵秀春将我推下楼的场景。后来知道我的经历后，他更是目眦尽裂，势必要让周扬母子付出代价。所幸的是，他拉了我一把，没有让我一条道走到黑，让我后半生陷入牢狱之灾。小小，你真的不记得我的了吗？林楠扯了扯我手，有些气恼地嘟起嘴巴，一脸伤心的表情看着我。你不是林楠吗？还能是谁呀？难不成是哪个路边的小乞丐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不再是小乞丐了。嬉闹着的2道身影被余光拉得纤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